西藏的主要饮食以糌粑、酥油茶、牛羊肉为主。西藏也有很多牧区，牧区是不种地的，所以基本上也不种蔬菜。西藏的人为什么只吃肉呢？今天讲讲在西藏关于蔬菜的知识。Hello， 链接公告3个周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寒假将近放了4个月，我现在终于回来了。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个很久没吃的美食。我现在就是吃一个炒菜，上次吃了一个铁板牛肉，我觉得很特别的怀念。这边呢有很多餐厅都是美食一行业，有些就我没吃过，所以说不上来哪一个最好吃。我觉得这家不错，因为平时生意特别的好，我们就去看一看。西藏的主要饮食以糌粑、酥油茶、牛羊肉为主。我点了一个铁板烧牛肉，以土豆、萝卜、蔬菜等为主。在西藏农区，我们自己有田地，除了种植青稞以外呢，我们还有种一些油菜花、土豆、玉米、青椒等植物。这也是除了牛羊肉以外我们吃的蔬菜。不过西藏也有很多牧区，牧区是不种地的，所以基本上也不种蔬菜。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，昼夜温差很大，牛羊肉的热量很高，酥油茶也属于高脂肪饮料，所以藏族的饮食都为了抗寒而传承下来的。在西藏，由于气候的原因，能种植的蔬菜种类很少，即便是能种植也长得不好，所以很早之前藏族人吃蔬菜的人很少。随着进藏公路修通，进藏火车、航空具备，外地带来的一些蔬菜走进市场中，可以看到任何种类的蔬菜，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。西藏已经实现了蔬菜自由。在西藏生活的人买菜有一个直观的感受，就是价格不便宜。西兰花一斤多少？西兰花一斤8块。导致价格不便宜的主要原因，主要还是人力和运输的成本。香蕉一斤多少？6块。日喀则，藏语的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。在这个平均海拔4000米的地方，空气稀薄，年平均气温只有60°C左右。这样的极端环境下，作物的种植和生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目前西藏一部分蔬菜可以自给自足，通过温室大棚的技术，西藏原来种不活的蔬菜现在可以种活，并提供给市场，比如说茄子、西红柿、青椒、黄瓜等都可以自己种活。远离市区的农区可以种植蔬菜，西藏本地种不了的蔬菜也是通过航空运输进来的，在西藏城区任何品种的蔬菜都能吃到。现在的西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荤素搭配的吃法对身体非常有好处，所以不吃蔬菜在西藏基本是不成立的。所以有的藏族朋友吃肉就是个人喜好，都是蔬菜还是对身体好的。罗妈呢平时最喜欢吃的蔬菜就是土豆，那你们呢？相信更久以后西藏可以种植更多的蔬菜，以后让蔬菜的价格更便宜一些，并且可以运输到外地给那里的市场提供。西藏人并不是懒得种菜，而是要随着现代发展走下去，相信会越来越好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是不吃鱼是我真的吃不惯，但是这个虾呢，我以前真的是不吃的。但是后面去了广州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他邀请去吃虾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西藏的人对海鲜是如何看待呢？Hello， 链接公告3个周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呢是晚饭时间，我要找个地方吃个饭。这边呢是林芝的美食街，看生意多好呀！今天我要吃的估计大家一定想不到，那我现在去那边了，待会儿见。现在呢我已经到了，今天呢我们吃个虾，走吧。海鲜出自大海，沿海的省份多在南方和北方，所以在西藏，海鲜一定程度上属于稀罕品。
但是比起海鲜，西藏当地的人更向往大海。在我刚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梦想去三亚看看大海的样子。我身边很多同学要么是想去上海的，要么是想去看大海的。海鲜比起大海魅力远远不够的，所以除了拉萨有多家专门的海鲜餐厅之外呢，林芝只有一家。如果让所有本地人都吃海鲜，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。我今天点的是这个汤锅的虾。那很多人觉得藏族人是不是不吃鱼啊虾呀这些东西？其实呢，这些少部分人可能不吃，但是现在的国家大部分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吃鱼啊虾呀之类的。全国海鲜产量最高的地方就是山东，消费最多的地方依次是海南、福建、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。对于沿海省份的朋友来说，真是顿顿离不开海鲜。在2020年的时候，卓玛从西藏出发，到达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沿海省份，就是广东。在广东，卓玛看到了大海，也无法避免的第一次接触到了海鲜。去广州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，他去吃虾，我之前跟他说我不吃虾的，然后他就说，其实虾很好吃的，之后我还拒绝了，但是他就是很逼的样子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尝一下嘛，就特别好吃。然后我当时就尝了一口，哎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吃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的腥味儿。后面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点了一份那种小龙虾，就特别的好吃。自从那个以后，我就觉得虾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挺好吃的，然后我就爱上了。入乡随俗，面对客人的热情招待，第一次吃海鲜，我发现无论是煮熟的还是生鲜，我都无法第一时间去适应，因为我也不吃鱼的，所以对于那个海鲜的理解就是腥。不过每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都有专属的味道，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就完全接受了一部分海鲜，比如说虾呀、蟹呀这些。广东之旅最难忘的还是学习到很多，让我受益匪浅。那我们现在开动了啊，先尝一个。估计这期视频被我妈看到了，她肯定会说我的，因为他们不吃这种的嘛，就特别的惊讶。看到我视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反应。其实西藏的人不吃海鲜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。根据某线上的电商平台的数据，网购海鲜最多的省份排名，西藏竟然是第2，占比达到了39%。西藏农场市场可购买的海鲜种类已经超过了30种。西藏是除了沿海省份不靠海的地区中，海鲜消费排名前列的地方。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都开始接受了新鲜食物。我慢慢的接受了大虾，我觉得在水产品中味道很好，在西藏可以随时吃到的海鲜。唯一的不足是由于海鲜跋涉的到达西藏，导致物价比较贵。沿海省份吃2份，在西藏吃1份，只要不心疼钱包，沿海省份的朋友来到西藏也可以吃到饱。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行。海边的人靠海为生，西藏的人靠山吃山，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本质都为了追求幸福生活。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，扎西德勒。我现在已经吃完了，总共消费219，大家觉得贵吗？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